可能你都不敢相信，在孟加拉国竟然有如此疯狂的捕鱼村。每当大退潮来临的时候，他们都会在堤坝里的一个缺口处布置一张巨大的网兜。每当退潮的时候，大量的海水会退回到海里，当然水中的一些海鲜渔获也会随着海水一同回归于大海。当地的村民却在堤坝缺口处布置了一张不讲武德的巨大网兜，让每一条想回归大海的海鲜渔获都停下了脚步。巨大的网兜就像快要被海鲜渔获撑爆肚子的场景一样，海水能自由地回归大海，而海鲜渔获就没那么幸运了，停留在网兜内不能自拔。每一条试图穿过网兜的海鲜，都要用自己的鱼身为当地人上交鱼头税。海水从网兜冲刷的过程中，只为海鲜们带走了少许的鲜味。当地村民会来到这里观赏这一场景，毕竟这些渔获都是他们当地村民的一切财产收入。海水不断的减少，在上流处的渔获开始成群探出头来。海鲜们想要回归大海，堤坝的缺口是唯一的通道。海鲜们内心也很清楚，这些渔民是不讲武德的老六。从远处可以看清楚，整个堤坝是当地渔民用礁石堆叠而成的。在堤坝的深水区域，只留一个缺口为捕捉回归大海的渔获所准备的。靠海吃海的渔民想出了各种办法捕捉海鲜渔获来维持生活，而他们却想出了更有效捕捉海鲜的方法。涨潮时，各类海鲜渔获会随着海水回到岸边；退潮后，海鲜们会随着海水回归大海。这就是他们利用退潮来捕捉海鲜渔获的一种方法。仅靠这种方法就为当地村民丰衣足食。一旦进去网兜内，想要全身而退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。毕竟海鲜游泳的速度根本抵挡不住海水冲刷，只能被海水无情地冲刷在一起。不断有海鲜渔获进去里面，海水让各路海鲜渔获堆叠在一起，动弹不得。小小的缺口却是各路海鲜渔获断送自己余生的通道。当地的村民还指出了整个堤坝是由村民组织建立而成的，整个礁石堤坝长达上百米，这条堤坝也是海河交界处必经的通道。数公里的海水只能由这个缺口回归大海。村民也在附近抓到了一条黄鲷鱼，为了清理网兜内的渔获，也准备了好几个篮筐。为了取出海鲜渔获，他们用绳子将网兜进行分段处理，也是为了遏制渔获从出口处大量的出逃。收取渔获是他们最关键的时刻，必须由大量的人员进行协助。随着海水不断的减少，上流处也有很多渔民进行捕鱼，当地的村民也会用渔网进行捕捉，捕获到的鱼基本上是小鱼居多。海水少了，用渔网抓起鱼来也是非常的快捷。低洼处也呈现出成群的小鱼，不愿从缺口处出逃的，基本上都是一些小鱼小虾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水中的一些黄鲷鱼也开始浮出水面，黄鲷鱼也被眼前的人类吓得到处乱窜。海水不断的减少，同时也收窄了它们藏身之地，成群的海鲜渔获开始被他们吓得到处乱窜。这可能是当地村民最快乐的时刻吧。此时这里已经成为他们大人小孩的游乐场，有些村民却直接在这里撒起了网。随着大人小孩不断的欢呼尖叫，让水里面的鱼慌忙逃窜。用渔网撒网的渔民此时此刻也能感受到撒网的乐趣。海水不断的减少，这里的小鱼小虾就越发紧张，而村民却越发开心兴奋。有些村民抓到了一条比目鱼，较小的鱼只能直接躺平在岸边上，毕竟这里的海水已经无法将它们回归大海。时间已经来到了傍晚4点，此时的海水基本上已经退完，只剩下一些小鱼小虾不愿退回大海。巨大网兜里面的渔获已经被他们收了不少，最后的是一些小鱼小虾。最先进入网兜内的基本上都是一些较大的海鲜渔获，这里已经成为当地村民小孩最快乐的游乐场。有些极个别较大的黄鲷鱼，此时此刻也耐不住寂寞，向着海水退潮的方向游去。一些胆大的小孩也试图从中捞取一些渔获，岁数较大的渔民也会在从中抓取一些好吃的海鲜。在堤坝下方的渔民还在继续收取网兜内的渔获，用分段取鱼的方法进行收取。收取上来的渔获会由当地的妇女进行分类挑选，一些胆大的渔民会直接抓取黄鲷鱼的尾巴进行观赏。这样的操作在他们这里已经正常不过了。网兜里的渔获让他们收得不亦乐乎，延绵数公里的海鲜渔获就这样被他们一网打尽。这种方法简单粗暴，捕鱼效率也是最高的一种。海水退去后，海鲜渔获也不知所措。这些海鲜渔获基本上都是他们当地村民所拥有的，也为当地人们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财富收入。失去水后的小鱼堆积在一起，已经翻起了肚皮，缺口处的水流也慢慢的减弱。这里的黄鲷鱼也有不少，当地的村民也只是穿了个拖鞋。年轻的小伙看到这些鱼，已经感受到了财富自由的快乐，根本不需要自己动手，所有收获都是大海赋予他们的财富。每个人脸上都露出了笑容，有些会露出淡定和富足的神情，随手就能抓起一条黄花鱼。他们从中收取了上百筐渔获，接下来一头半个月，全村民都不愁吃喝了。好了，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关注我，
让世界变得更精彩。